上京皆知故事有双姝，长女顾清汉知书达理，温婉娴静；四女顾清淡热情奔放，天真烂。无论是顾氏父母还是上京男子，都更喜欢恣意奔放的顾清淡。我便是那不受宠的长女顾汉。父母给妹妹选的夫婿是皇上最宠爱的13皇子，给我选的是最不受宠的8皇子。和先帝驾崩，继位的却是我的夫君。13皇子谋反，全府处斩。妹妹从一开始就是家族弃子，自幼父母便对我严格要求，说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丞相府。可他们却对妹妹十分宽容，无论她想要什么，他们都会给，哪怕是天上的月亮。我也曾哭闹过，可父母不为所动，甚至呵斥我不成体统。渐渐的，我也放弃了努力，顺着父母的心意，做他们体面的但无生气的女儿。我想着等成亲了就好了，成亲了我就能离开家里，就能去没有妹妹的地方，成亲了就不会再有人拿我和妹妹比较，我的夫婿眼中只会有我，而不再是妹妹。妹妹过得恣意，是上京城中很多人的小太阳。上京城的男子很多都喜欢她，包括陛下的皇子们。当今皇后的嫡子13皇子，宠妃淑妃的10皇子，还有邻国公主容妃的9皇子都喜欢她，甚至13皇子和10皇子还为了抢夺妹妹的珠钗打过架。陛下听了也只是一笑置之，似乎对这个为了儿媳很纵容。我没法像妹妹活得那么恣意，妹妹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，想学骑马射箭就能学，而我一言一行都必须合乎规矩。我不能随意出府抛头露面，也不能学骑马射箭，我只能学4书5经女工刺绣，老老实实待在府里。我是羡慕妹妹的，她活得那般恣意，我看了也开心。可妹妹不像表面上那么好相处，她已经获得了很多我没有的东西，可她还想夺走我仅剩的小时候。父母和我说要让着妹妹，因为她是妹妹，我让了，可她得寸进尺，明明家里什么好的都是她先选，她看到我有什么还要拿走，我反抗过，却被父母说不懂得谦让，对我动了家法。让我死心的原因是因为小咪是只猫受伤了，跑进丞相府，府里下人要打死它，就看到了，我看它可怜，这下它带回去养着。渐渐的，我和小咪有了感情，父母不让我出门，我很多时候都是和小咪待在一起，有时候我不开心，它还会把头伸过来让我摸小，想让我开心点。母亲有次看到了它，想把它送走，但我求母亲，我说我没有玩伴，养只宠物还不行吗？母亲见我执着，便也答应了。可妹妹来我院子里的时候，看到了小咪，她小咪，我不愿意，这是我的猫剑，说不通就想硬抢。我死抱着小咪不松手，她见抢不到，就请来了母亲。母亲一来就是让我把猫给妹妹，我哭着求母亲，她眼里却只有妹妹，我的力气太小了。母亲身边的婆子3两下就抢走了小咪，我下跪求母亲留下小咪。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让给妹妹，只有小咪她是我的好朋友。我求母亲，我说只要能让小咪留下别，我再也不能妹妹争什么了，我什么都给妹妹，我只要小咪。可母亲不为所动，还说我为了一只猫不顾体统，罚我跪祠堂。我把婆子们带去祠堂关了起来，等我再出去看，看到的是小咪的尸体。妹妹根本不喜欢小咪，她就是见不得我能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她嘲讽我说她只是撒了小谎，说小咪伤人，母亲就让下人打死了她。那时我才知道，本因为从小受到的宠爱太多，认为自己是人群的焦点，认为人人都要爱她，她想要的别人就得乖乖奉上，如若不然她就会毁掉。而且她讨厌我，她觉得丞相府只该有她一个女儿，我不该出生，不该拥有丞相府女儿的名号，她要的是唯一是独占。后来我就学乖了，不再奢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妹妹要什么我就给父母，讲什么我就做，我活成了一个傀儡。如今我到了成婚的年龄，我终于可以摆脱妹妹的阴影。妹妹想要的是做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而我并不喜欢皇子。我中意的是淮南王世子秦次，秦次是唯一一个不被妹妹吸引的人。上京的男子提到妹妹都是眉飞色舞的，提到我只会说一句丞相府的古板小姐，只有秦次不一样。淮南王王妃是母亲的闺中密友，她小时候来过丞相府几次，比起你妹妹，她和我更聊得来。她木讷不善，言辞也很老学究，妹妹也不喜欢她。秦次年幼跟着王妃进京居住，等大婚后就要回封地了。如果我嫁给他，我就能离开上京去还宅男离开上京的纷纷扰扰，离开父母和妹妹，过一个人的生活。想象是美好的，可现实永远是暴击。母亲唤我和妹妹去她院子，说是江南新进贡了一批料子，皇后赏了丞相府良品，我们去挑上好的云锦，一匹鲜艳的粉蓝色，一匹庄重的烟青色。妹妹一眼就相中了粉蓝色，母亲，我要粉蓝色，这匹没规矩，长幼有序，让你长姐先选。母亲嘴上那么说，但凡戏里的宠溺都要溢出来了。我就要粉蓝色，穿上她做的衣服去秋猎肯定很好，看好好好冬衣，你真是冤家又是这样。母亲嘴上说着长幼有序，但妹妹一撒娇，什么都是她的，我什么都不用说，只需要做他们母女情的看客。母亲和妹妹亲昵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，我也在燕青色庄重事和孩儿多谢母亲。母亲不会为了两匹料子专门找我们来，她有话要说，你们年岁也不小了，
到了出嫁的年纪，母亲话没说完就被妹妹打断，母亲，我还小呢，我想陪着母亲一辈子。你呀，尽是些不切实际的想法，谁家姑娘一辈子不嫁人的？母亲笑着把妹妹搂到怀里，几位皇子都对你有意。皇后和各位娘娘也来看过母亲的口风，母亲说了，你喜欢谁就嫁谁，我和你父亲绝不干涉。妹妹闻言笑开了花，母亲真好，哈尔的婚事，我与你父亲也商量好。八皇子性情温顺，做夫婿再好不过了。八皇子生母不详，陛下当年出宫带回来的孩子上京，甚至有传言他的圣母是扬州城的继子，身份低微，所以诞下皇子也不能跟陛下回宫。其他几位皇子都有上位的可能，只有他身份低微，你是姐姐，你出嫁了，蛋儿的婚事才能开始筹备。下月初3是好日子，我与你父亲商量过了，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把我送走吗？我做了一辈子傀儡，如今就连我的婚事都不能顺我心意吗？我言辞激烈，许是从未反抗过。母亲当场愣住，为什么妹妹可以选择自己的婚事，我就要嫁给一个不受宠的皇子姐姐？这么说什么意思？八皇子再不济也是个皇子，能嫁给他是姐姐的福气，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？你妹妹气急伏到母亲怀里哭了起来。母亲，我也是为了姐姐好，她居然凶我好了好了。母亲耐心的哄妹妹，似乎忘记了刚刚发完怒的我，等妹妹被哄好，她才抬头看了我一眼。你的婚事是你父亲定的，不容更改，以后嫁入八皇子府，不要再做出这般不体面的行为，体面体面。从小到大，你们都让我体面，我像个傀儡一样活了10几年，那妹妹呢？她公然和外男嬉戏，在几个皇子间流转，她就体面吗？他母亲的巴掌打在我脸上，我被打得脑子里嗡嗡作响，这一巴掌用了10足的力。我自嘲一笑，不愧是母亲最爱的女儿。我就说了这么几句，向来体面只会罚我跪祠堂的母亲，居然如此不顾体面，亲自打了我。好啊，真好。母亲眼中闪过一丝懊恼，却很快冷静下来，不敬尊长胡言乱语，去祠堂罚跪。没我的命令不许出来，我扭头就走，却听到母亲在身后言辞犀利，别做无谓的挣扎，你和八皇子的婚事必须如期举行。我在祠堂罚跪，丫鬟出来，心疼我也跟了进来。夫人也太偏心了，谁不知道八皇子不仅不得圣宠，还是个病秧子，深居简出的，一年看不到几次，万一已经病入膏肓，小姐嫁过去守活寡了，你还担心我母亲就罚我一个人，跟着进来干什么？川是我的贴身丫鬟，和我一起长大，府里就属她对我最好，奴婢不是怕小姐孤单吗？初二撒娇，我破涕为笑，这次不会关很久的，你别跟着一起跪，去旁边坐坐吧，受罚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初二也没有推辞，小时候他脾气倔，硬要陪我一起跪，最后2个人都站不住，府里下人又捧高踩低的，他倒了，连个上药送饭的都没有。这次我俩齐齐躺在床上，吃的是残羹冷炙，还要忍着痛，互相为对方上药。后来春儿也学聪明了，反正母亲罚跪，我们也不会派人来监督他，索性不跪了，这样我倒了他，还能照顾我。他也劝过我，别跪，做做样子就行。我拒绝了父母赐不可辞，哪怕是罚我，也得受着这次罚跪没有很久。第2日，母亲就把我们放了出来，因为秋猎要到了。此次秋猎，他们让我和八皇子相看，美其名曰相看，不过是想借此为由，请陛下赐婚。我再不受宠，也是丞相府嫡长女和皇子的婚事，当然得陛下亲口赐下八皇子不受宠宫。宋宴会很少出席，我与他好像从未见过，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，不过与我无关。我不会嫁他，我的人生不能一辈子做傀儡，秋猎琴子也会去，只要他在父亲开口前求娶我，一切就会改变。我不知情次的心意，本想徐徐图之，但父母亲这一出，我没办法慢慢来了。秋猎当日，母亲让我去猎场见八皇子，我没有去，我约了琴次见面，我要向他表明我的心意和他。成千可那日，他并没有来，我从早上等到黄昏都没有看到琴次的人。母亲派人来寻我，我知道我躲不过去了，无论我见没见过八皇子秋猎晚宴，父亲会向圣上提起我的婚事，八皇王子会顺势求娶，这是他们早就定好的。我甚至都不明白父亲和八皇子什么时候联系上的，又为何要定他做我夫婿，可能是因为父亲不想陷入夺嫡纷争，所以找了个不可能继位的皇子吧。这样，陛下对父亲就不会疑心，而妹妹挑中的未来夫婿就是父亲真正会支持的皇子。真可笑，我的婚事居然只是一出障眼法。我被母亲的人带回去时，见到了琴次，他站在妹妹身后，微笑着看着她，看着她与皇子们嬉戏打闹，看着她天真无邪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，琴子喜欢的也是妹妹，哪有什么不喜妹妹的张扬，只是不喜欢她的张扬不是对自己罢了。他和其他人一样都喜欢妹妹，但看不得妹妹被其他人围住，自己只能默默喜欢，所以嘴上逞强说不喜欢妹妹的性格。我让春儿特意约她见面，说有要事确敌，不过妹妹恰好碰见他随口有一句的邀约，他忘了在树下苦苦等待的我眼中只有妹妹。我苦笑，是我奢求了，天下最好的都该是妹妹的，我就该做好傀儡，不该去妄想不属于我的东西，是我错了。我收起悲伤，跟着嬷嬷一起走向我既定的命运。走到一半，
秦次发现了我，朝我走了过来。清汉妹妹，世子殿下，瞧我这记性，忘了与你有约，你找我何事无事，只是突然想看上次世子说的那本书，世子就忘了，别忘了吧，我也不是那么想看了，这种小事无需你亲自找我，我改天让小四给你送去好日子，快过去吧，让妹妹等着不好。秦次神情落寞，他万众瞩目，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。往日我以为他是不喜热闹，今日才明白他是落寞，这份热闹不属于他，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。母亲还在等我告辞，到了女眷们休息的地方，母亲偷偷问我有没有见到八皇子，我摇头罢了，见不见都无所谓，晚宴上也会见到的。如母亲所说，我在晚宴上见到了八皇子，他长相俊美，比其他皇子都要好看，只是脸色惨白，透着一股病态。夜幕刚刚降临，寒气还未到，还有宴会上热气熏天的篝火，他却穿着虎肠，不时的咳嗽两声。传闻说的没错，八皇子命不久矣。许是我打量的目光太过明显，八皇子齐景瑜抬眸与我的目光对上，他的眼神清明和病落的身体很不相符。我自知失态，收回目光，他却噙着笑，直勾勾看着我。十皇子看见这一幕，打趣道：一直以为八哥深居简出，不认识上京的贵女们，什么时候和丞相府大小姐认识的呀？十皇子此言一出众，人纷纷侧目。在医馆的时候见过，一见倾心。齐锦瑜撒起谎来，脸不红心不跳，明明与我从未谋面，还要装作喜欢我的模样，也不知我爹许了他什么好处，还以为八哥清心寡欲，要孤身一人呢。没想到比我们都先红蓝心动。十皇子此言一出，其他皇子纷纷大笑，那笑是善意的调侃。齐锦瑜出身卑微，身体又不好，皇子们从未拿他当过争处的敌人，于是他在皇子们中间人缘还不赖。我又是上京出了名的老古板，不是他们喜爱的顾清淡，我与齐锦瑜凑一起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影响。圣上也听到了我们这边的动静，露出欣慰的笑容。老爸年纪也不小了，你是皇子之长，确实该先定亲，也好给下面的弟弟们做个表率，省得他们年纪大了还心不定我。我朝女子地位不低，公主也入排行，齐景瑜前面都是公主，她是皇子中最年长的一个，先定亲，其他人也不会不满，难怪我爹选她，确实是最合适的一个。顾相长女顾清汉知书达理，可堪皇子妃自毁于老八陛下金口玉言，我与齐锦瑜的婚事就此定下，父亲甚至没有出手。十皇子误打误撞，配合着齐锦瑜演完了这场戏儿臣女谢陛下，我如计划好的那般，嫁给八皇子，出嫁那日妹妹来见我姐姐，我与13皇子两情相悦，等你大婚后，他就会向陛下亲自求娶我。13皇子乃嫡出，母家又显赫，妹妹选择他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但我无动于衷。妹妹面上一僵，又继续道：姐姐还不知道吧，陛下有意立13皇子为主哦。我不理他，自顾自梳着妆，他对我这般不在意的模样气得紧，继续挑衅，以后我就是新后姐，也只是王妃日后姐姐见到我身份将天差地别。我为君你为臣，你见到我要下跪行礼，生杀大权尽在我手。同为丞相府嫡女，我展翅高飞，你不过是一只我随时可以踩死的蝼蚁，我也脸皮抬都没抬进来的是谁说的？准等妹妹坐上那位置了，再来我面前耀武扬威吧。哼，妹妹讥笑，从小到大我想要的没有得不到，你永远只能捡我剩下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打算想。潘上勤自远走高飞，离我远远的做梦。我勾勾手指，他就眼巴巴望着我，完全忘了你姐姐，别想摆脱我。我闻言一惊，原来他早就知道我想借秦辞摆脱命运，他也知道秦子爱慕他那天在围场，他是故意喊住秦次的，他就是想摧毁我所有希望，把我打入尘埃。我苦笑清淡，我自认对你不薄，从小到大我什么都让着你，为什么你连离开的机会都不给我？我什么都不跟你抢还不够吗？我不是不跟我抢，你是抢不过我。顾清淡冷笑，我讨厌你，明明丞相府嫡女的名头和身份都是我的，明明上京最风光的是我，可他们提到丞相府嫡女想到的还是我们两个，明明父亲母亲最疼爱我，可丞相府还是有2个小姐。汉蛋，明明你哪里都不如我，凭什么要和我一起出现？我才是万众瞩目的焦点，我才是唯一，哪怕你是我的跟班，我的配角，我都不愿意。我的光芒凭什么要分给你？顾清淡只想要唯一，任何人都不能沾到他的光芒，哪怕是他的亲姐姐，他太受宠了，受宠到任性，不可一世父母。我把他宠成这副性子，我不知是好是坏。未来的皇后如此任性善妒，连自己亲姐姐都容不下，能容得下其他人吗？她做皇后，丞相府真的会有好日子吗？我不欲多想，他们如何与我无关了，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嫁给了我不爱的人，我对他们彻底失望，以后这个家如何与我毫无关系。这时母亲进来了，妹妹又恢复成以往娇嗔的模样，母亲欣慰的看着我们，亲自上前给我梳妆哈。以后你就会明白，母亲都是为你好，我欠相扶的都还清了。以后我们各自珍重我拂去母亲为我梳妆的手，盖上盖头扶着的手走了出去。大婚之后，我坐在新房里等着齐锦瑜。
齐景瑜掀开盖头的那一瞬，我见到了他眼里的欣喜，他好像很乐意娶，我很紧张。齐景瑜见我叩首，遣退下人笑着，问我摇头又点头，有点。其实我也紧张，第一次成亲，难免下次就好了，我是没下次了。皇子父不可二嫁，没有下次一次就够了。不知为何，他说这话的时候异常坚定，还带着一丝愠怒。我说错什么了？男人三妻四妾本就常态，他以后肯定会纳侧妃的，只成亲一次，他是哄我的。他伸手要解我衣服，我吓得一哆嗦，别怕，我就是看你礼服太重，想帮你卸下，你不愿意，我不碰你，我舒了一口气，我确实不愿意，不是不喜欢，而是害怕。甜言蜜语，海誓山盟，谁都会说，但真的做到的人很少。我被父母伤透了心，已经不想再将真心交付给别人。他虽是我夫君，可我没有把握他会对我好，毕竟我是连父母都会舍弃的人。他一个陌生人怎么会为我好？我不愿交付真心，自然也不想虚与委蛇，交出我的身子。他好像看出了我的担忧，安抚我，今晚我要是出去对你名声不好，我打地铺，你安心睡吧。说罢便从柜子里拿了床被子铺在地上躺下。我卸下沉重的婚服钗环，躺在床上睡不着吗？我睡不着就会翻来覆去，动静可能吵到他了，吵到殿下了吗？我不动了，睡不着就聊聊天吧。你第一天进府可能不习惯，我翻身正好对上齐景瑜的眼神，他眼神明亮，和其他人都不一样，睛中尔虞我诈，这样明亮的眼神实属少见。我盯着他的眼神出神，他被我盯得不好意思，耳朵都泛红了。我察觉失态，移开眼神找了个话题，我父亲许诺了殿下什么好处，殿下才愿意娶我的？什么？齐景瑜愣住，别瞒我了，我知道自己上京有名的小古板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除了刺绣女工四书五经，什么都不会，长得也中规中矩，哪里都比不上我妹妹殿下娶我，肯定是我父亲许诺了你很多很多好处。你很好，比我见过的任何女子都要好。你善良谦逊，处事不卑不亢，知书达理，温柔小意，是我心中的妻子人选。他说着耳朵更红了，我扑哧笑出声，殿下，许是没见过其他女子，他觉得我好不是的。他着急忙慌坐起身，我是真的觉得你好，殿下说的对，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好，本来郁闷的心情一扫而空。齐景瑜虽多病，但心性单纯炽烈，是个好人。他见我心情好了，也不再多说，睡吧，明天会更好。是啊，明天会更好。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我虽被父母利用抛弃，可事情还没差到不可挽回。齐景瑜是个好人，若是与他共度余生，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。大婚第二天，我和齐景瑜进宫，请安心妇拜见公婆，哪怕皇室也不能免俗。陛下，皇后喝了我敬的茶满，脸笑意，你这孩子懂事是个好的，和景瑜好好过本宫，等着抱孙子呢。皇后说了些场面话，赐了好些礼品给我。我低头听着，抬头领赏时，瞥见天颜陛下好像在偷看齐景瑜，我不确定，却不敢再看谢父皇母后赏赐出宫时，齐景瑜的脸色不好，看我不知道该不该问陛下，看他的眼神太过慈爱了，不像是帝君对不受宠的皇子的眼神，反而像是慈父对爱子的眼神。可史上京都传言，陛下不喜齐景瑜呀，你好像不开心。齐景瑜进了宫就不说话，出来了也沉默，看见了不想看见的人，心情不好，不想看见的人是谁？见我眼神疑惑，他轻轻摸摸我的头，都是小事，别惹你也不开心了。看出他不想多说，我也不欲多问，不受宠又身份卑微的皇子在后宫被欺辱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应该是后宫的娘娘们对他不好罢心，心情不好就要吃好的。我带着齐景瑜去了天香楼，点了一桌的菜，天香楼的大肘子远近闻名，我每次心情不好都会让春儿买来吃。我被家里管着，心情不好也不能随意发泄，好在吃食上多费些心思，母亲也不会在吃食上管着我。渐渐的，我只要心情不好，就会派人买京城有名的吃食，全京城就没有我不知道的好吃的事吗？齐景瑜脸上有了笑意，这口肘子确实不错，以后还请夫人多带我吃好吃的，以后跟着我带你吃遍全京城。我拍胸脯保证，说着我俩都笑了，和他在一起舒服，自己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下去，好像不错。吃完饭，我又和齐景瑜逛了逛京城，以后被束缚在闺阁中，如今终于能正大光明出来逛逛了。只是上天看不得我好过，逛着逛着遇到了妹妹和13皇子八皇兄八皇嫂，13皇子和妹妹在选簪子，我俩正好进来13皇子。如今我已是皇子妃，13皇子还没正式立储，我们都不用行礼，打个招呼便好。妹妹见到我，笑容瞬间收起八环。王子体弱，姐姐不好好在家照顾殿下，把殿下带出来，损害了殿下身体，可怎么办？他一脸无辜，似是真的关心齐景玉。13皇子也对我投来不赞同的眼神，我身子好不好，心里有数倒是。顾小姐见了皇子妃，为何不行礼？齐景瑜把我护在身后，眼神锐利。妹妹何止没对我行礼，她对齐景瑜也没有，不过是仗着自己和13皇子即将成婚，13皇子又马上要立为太子了。不看像我们罢了，姐夫这话见外了，我与姐姐一母同胞，不在乎这些虚拟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
言下之意，一家人不必见外，早就听闻故相次女不拘小节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只是奉劝顾小姐一句，彼不可废。你虽是清汉用内，但出嫁从夫清汉，是我妻子八皇子妃一贫命妇，哪怕是你母亲见了她都要行礼，何况是你？齐锦瑜面色冷峻，妹妹被他说的脸色铁清纯，不说话，八皇兄言重了。千代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将来也是皇子妃。13皇子面色一沉，为妹妹出头，你说是将来等他进门了再说。现在他不过一介白身奇景，于丝毫不买13皇子的面子，见其锦瑜步步紧逼，顾清淡也不好，再说什么不情不愿的行了个礼。参见八皇子妃妹妹不必多礼，不顺势去搀扶他。他在我耳边咬牙切齿道，姐姐真是好手段，才一天就把八皇子迷得不得了。可你别得意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齐景瑜一把拉过我走了，兴致都没了。我和他出了殿，脸色凝重，为我出头，得罪13皇子，不值得13皇子即将被立储，将来登基得罪新帝，将来没好果子吃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别怕，你妹妹刚刚有句话说对了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我听不懂他的话，却不知山雨欲来。陛下病危了，他的身体早就垮了，只是一直在强撑。太医院也被下令禁止透露陛下的病情。可我和齐锦瑜大婚不久，陛下便撑不住了，而陛下迟迟未立，除先坐不住的是皇后。之前宫里就传出陛下要立13皇子为储君的消息，皇后坚信不是空穴来风，是陛下有意透露的。可如今陛下病危，却迟迟没有动作，说明陛下对13皇子还不够放心。为了让陛下满意，皇后催着13皇子和妹妹完婚，成家立业，先成家后立业。成亲的13皇子有了丞相的支持，陛下的心也会定的。于是皇后以为陛下冲喜为名，大办了13皇子和妹妹的婚事，同时又召集了自己亲弟弟进京。皇后出身威远将军府母家，手握重兵，虽然陛下有意立13皇子，可人心难测，她必须未雨绸缪，以保万无一失。毕竟宫里还有个宠妃生的10皇子，10皇子也不安分，和淑妃一起联络了一些有兵权的将军。一时之间，宫内人心惶惶，反而是齐锦瑜天天待在府里不出门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外面就要变天了，你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再变也影响不了我们也是，反正皇位和我们也没什么关系，外面怎么样对我们真没什么影响，只是我以为的没影响。和他说的一直都是两个不同的意思。13皇子和妹妹大婚后，陛下以威远将军私自进京为名，夺了他的兵权。皇后以为的万全之策成了陛下削权的把柄，她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却不知陛下知晓的一清二楚。同时陛下病危还呵斥了13皇子之前他结党营私的事被陛下指导了。陛下亲口说满腹算计，不堪其位，这大统你担不了。此言一出，13皇子与地位在无缘与此同时书。苏妃被查出谋害皇，嗣后宫多起妃子暴毙，皇嗣难产都与他有关。淑妃被打入冷宫，10皇子被贬为庶人，2个最有希望的皇子倒下，只剩有一族血统的9皇子。正当朝臣担心陛下会传位9皇子，让我朝学同时立储诏书出了。诏书上是齐景瑜的名字，公公来宣旨时，我一脸不可置信，反而齐景瑜像是早知如此恭喜太子太子妃传旨的公公，一脸谄媚，我却如坠冰窟。李景瑜瞒了我很多东西，可我还没来得及细问，他便进宫了。陛下病危，太子监国剩下的事是春儿打听来的。立太子一事刚出，朝堂上就有人反对，毕竟齐景瑜出身卑微，是身体还不好，可陛下拿出齐景瑜的脉案，证明他身体强健，之前的体弱不过是谣言。同时我父亲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支持。齐景瑜说，齐景瑜并不是出身卑微，他乃陛下元后嫡子氏，真真正正的嫡长子。此言一出，满朝哗然。但我爹拿出了证明齐景瑜身份的文书和证据，又公开支持他，朝堂上一大半都是我爹门生，自然再无异议。自此齐景瑜临朝摄政，我在家里听着这些消息，心忍不住下坠。我爹从一开始支持的就不是13皇子，他与齐景瑜才是联盟，难怪他非要我嫁给齐景瑜，只有我嫁给他，他们的联盟才会也坚不可破。还有陛下他不疼爱齐景瑜是假的，不过是烟雾弹，和齐景瑜的体弱多病一样，为了迷惑世人保护他，难怪我进府这么久，从未见齐景瑜喝过药，世人愚蠢尽，真的被陛下瞒过去了。如今真相大白，很多事情世人才想通过景怀玉不喜爱他，怎么可能赐名为锦瑜？那是一个父亲对孩子浓烈的爱啊。那日我没有看错，陛下深爱，带着齐锦瑜没几日，陛下就暴毙了。陛下病天当日，13皇子不甘心联合母家举兵谋反，却没想到齐锦瑜不仅有宫里的龙武军，郑国将军也听命于他。陛下早就把路给齐锦瑜铺好了。14三皇子大败，皇后被赐白陵13皇子府抄家，一切尘埃落定，新帝登基，封我为后，宫里人来接我，我拒绝进宫，齐景瑜亲自来见我，被我拒之门外，我要见我父亲亲我不是故意瞒你的，有些事知道的人也会有危险。
我要见我父亲，我不理会门外的他说了什么，执着的要先见我父亲。有些事一个人说的不能信，我要真相，我父亲能给我或真相。齐锦云没办法送我回了丞相府。孩儿，你回来啦！母亲眼眶红红的，像是刚哭过。我想问缘由，父亲就来了。听陛下说，你找我马上要做皇后了。如此这般不成体统，像什么的样子？父亲的话让我惊醒，从小到大遭受的一切似乎有了答案。妹妹呢？我握住母亲的手，母亲却避开了我的眼神。13皇子谋反全府处斩，我以为父亲会保住妹妹，可母金通红的双眼告诉我，他们没有出手。父亲有从龙之宫想救妹妹轻而易举，可他没有。看着他俩的反应，我终于想通了一切。难怪从小对我百般严厉，对妹妹肆意放纵，原来是因为她已是弃子，什么时候开始谋划的？我看向父亲，父亲依旧沉默，事到如今，父亲还不愿告诉我真相吗？齐景瑜见状叹了口气，岳丈，你说吧，清汉有知道真相的权利，从你们出生开始。父亲缓缓开口，我与先帝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，未来的皇后一定会是我的女儿。你妹妹出生后，我们便开始观察谁更适合做皇后。你的性子稳重，耐得住心，学习你妹妹性子跳脱，又不喜读书，隔三差五偷溜出去，那时开始，我便明白她不是做皇后的料，所以你们开始严加管控我，把我培养成一个大家闺秀，却对妹妹听之任之。没错，你们从出生开始便注定有一人成为皇后，另一人成为靶子。先帝曾说，顾家女为后的事不是秘密，有心之人都能探听到，将来我女儿嫁给谁，谁就是下一任帝王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陛下从出生那刻起就被先帝定为储君，为了保护陛下不被有心之人暗害，先帝故意疏远他，并隐瞒了他真正的出身。但仅仅如此还不够，顾家的女儿也需要有个靶子。我们偏爱清淡，是为了让世人以为她才是我们选中的太子妃，而她嫁的人会是太子。但其实我和齐锦瑜早就被定下了，妹妹和13皇子都是障眼法。父亲点头，我吓得后退好几步。你们从那么早就开始布局，却把我们骗得团团转。我一直以为父母偏爱妹妹，她可以活自己想要的人生，我不过是父母手中的提线木偶。可现在看来，我和妹妹的人生都是星号控好的，甚至妹妹早就被父母放弃了。如今大局已定，为什么不救妹妹？谋逆乃大罪，她作为13皇子妃是同罪。我明白了，父亲根本不想救妹妹谋逆之罪，妹妹死了，他大义灭亲，可受世人称赞。若他救了妹妹，就会是丞相府的污点，丞相府的名声击毁了。我冷笑看向母亲，母亲也是这个意思吗？母亲面露悲伤，却还是坚定的点头，真是可笑。为了名声气，自己最爱的女儿已不顾他们，早在当年选择妹妹做妻子的时候抛弃了她。我和齐锦瑜离开了襄府上了马车，却迟迟没有动身。父母骗了我10几年，齐锦瑜也骗了我，我忍不住落泪，他手足无措，想帮我擦眼泪。你别哭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瞒你，你打我吧，重重打我解气。你是皇帝，我哪里敢动？你听出我的阴阳怪气，他也不恼你是我的妻，想打就打，是我活该，可别我。不过是你和父亲的一场交易，我和襄府闹掰了，你不必为了我父亲对我好，不是这样的。齐景瑜着急辩解，我对你好，是因为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父亲。我有些意外，听着他说下去，我喜欢你很多年了，可我们大婚前围场才第一次见啊。不是的，齐景瑜有些脸红，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你是我未来妻子了，你爹每月都会送来你的画像，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宫里，父皇要装着远离我宫，你的妃子也不喜欢我，兄弟们看不起我，欺辱我，你的画像是我那时候唯一的慰藉。渐渐的，我对你的画像日久生情，出来开府后便命人守在襄府外，只要你出来，我就跟着。那时你在陛下面前说对我一见钟情是真的。他点头，那是我第一次见你真人，你在医馆外赠药，对那些穷苦之人毫不嫌弃。那时候我便对你动心了，从喜欢你的画像到真的喜欢你这个人，那是我第一次感谢父皇他给我选的妻子。我很喜欢齐锦瑜，第一次说情话有些不好意思，我却大为感动，原来他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喜欢了我这么久。但你还是瞒着我很多是不是的，继位这件事没有万全把握，之前知道的人会很危险，我不想你身陷险境，才没有告诉你监国的时候没有接你进宫，也是怕你有危险。我怕派人守在府里，一旦我出事，他们就会带你离开他，为了保护我，做好了万全之策。原来在我被父母抛弃后，还有一个人能这样毫无保留的爱我。我一把抱住他，锦鲤，你这真是个大星号，别哭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边哭边说，看在你这么喜欢我的份上，还有什么瞒着我的，赶紧说，我一次全原谅了。齐锦瑜开始和我说他的过去，我的母亲是先太师之女，太师门生遍天下，父皇和丞相也是外祖的门生。他们3人从小一起长大，也算是青梅竹马。父皇当年本没有资格继位的他，是个闲散王爷，娶了个我母亲后想的是赶紧外放，就翻好过逍遥的日子。
可天不遂人愿，当时的皇子们夺嫡死的死废的废，最后只剩我父皇一人，他被迫做了皇帝，也开始有了三宫六院期间。金鱼一脸落寞，父皇深爱母后，却也有了野心。他做上帝未变，想要稳固，便开始妥协。他的三宫六院逐渐变多，后宫中都是家世显赫的女子，其中刘贵妃出身威远将军府母家，她最为显赫。刘贵妃进宫是为了后位，她暗中下毒，毒害我母后等。父皇发现时，为时已晚。那时母后即将生产，太医拼尽全力，只保下我。父皇为了保护我，对外说母后一尸两命，实则就偷偷把我送出宫，送到江南外祖家教养，直到6岁那年才把我接回来。父皇亏欠母后，在他心中只有母后是他唯一的妻子，也只有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。可我恨他的，为了皇位，为了权势妥协，恨他害死了我母后，所以他为了保护我远离我的时候，我是开心的，因为我不想看见他。看见他和皇后，我就想到我母后的死，我轻轻抚摸他后背，安抚他都过去了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我和他不一样，不会因为权势放弃自己所爱之人。清汉，你是我唯一的妻，你是我唯一的女人，后宫中不会再有别的女人，我能相信吗？当今陛下为我虚空后宫，只爱我一人，我能相信吗？我会用事实告诉你，你可以相信好，我相信你愿意给我承诺，我也愿意相信你，倾尽所有来爱我，我也会回到真心。无论将来如何，起码此时此刻我们是相爱的。登基大典之后，我做了皇后，做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齐锦瑜求了道恩典，放了我妹妹。齐锦瑜似乎早就料到我会求情，好，陛下似乎不意外我会为清淡求情，你若不求情，就不是你了。是啊，我这人心软得很，清淡是从小欺负我，抢我东西不假，可罪不至死。他和我一样，是父母手中的棋子，甚至他比我更可怜。父母的宠爱不过是假象，他是父母的妻子，我虽然讨厌他，但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星号，相府的名声与我何干？我被相府操控了一生，早就不想和他有瓜葛了。我去天牢见了清淡，他蓬头垢面，和以往很不一样。见我来了，他一脸平静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我没有说话，他冷笑，是我输了。如今你是皇后，我是阶下囚，想嘲讽我就快说吧，省得我到了地下听不到了你不解气。我是来接你走的清淡，你自由了。妹妹不可置信的看着我，你说什么清淡？你自由了？是你救的我清淡，难以置信。爹娘来看过我，我求他们救我，他们不说话，杨只知道哭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放弃我了，他们不可能救我，只有可能是你我的姐姐。你是骄纵人性了些，也伤害了我，可你罪不至死，他们抛弃了你。我没有清淡，你没有把我当姐姐，我把你当妹妹，虽然不是我本意，可他们确实是牺牲了，你给我铺路，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抛弃自己的亲人。我打开牢门，放他出来，从此以后你不再是相府二小姐，你是你自己顾清淡，好好活下去，作为你自己好好活下去。清淡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，他走出牢门往外面走去，路过我身边时，他轻声道，对不起，还有谢谢你。清淡走了去了，江南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给他足够的盘缠，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，而我也要开始我的新生活。齐锦瑜便是我的新生，他用爱与包容拯救我枯死的心。如今，我这颗心为他重新破土而出，生根发芽。我与齐锦瑜还有一辈子要走，将来这颗心还会开花，结果最终长大一棵参天大树。